想不到吧，现在国产 KO 呢竟然开始翻会场限定的奥特曼了。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做的怎么样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是国产 KO 场记的一个样品，是邪恶特雷迦。我没记错的话，这一个是2022年的一个会场限定，蛮稀罕的 KO 翻会线了。由于是顺丰裸寄，所以说有一点点合压。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一个盒子就是单纯的把正面的 logo 还有这个防伪标抹去了，其他地方都是和代理版的盒子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你知道这是哪个厂做的，是百辉，呵呵呵。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务呢和One Day的是1比1还原的，就是说呢是4对手型，一个泽塔头以及一个泽塔的手型，还有泽塔的特效键，还有一个主体。也就是说它的这3个配件呢全都是给泽塔用的，和它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给泽塔用的时候搭配的角色也不是它。当然也不能说配件和主体是毫无关系的，毕竟呢都是同一部剧场版里面出现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体，这个毕竟呢是样品，大货呢可能还会再改进一些，不过改进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不知道了。正如大家所见，它这本身的刻线呢是没有的，全都是靠影印来实现的，所以说呢它涂歪了你也看不出来。然后呢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右胯是右键盘突出，然后就是头缩模的有点明显了，其他地方看着勉强还凑合。因为它的配件是给泽塔原生用的嘛，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拿一个泽塔原生一起来看一下。它这一个缩模程度的话，其实不看头的话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如果说带上头的话，这个头真的是缩模太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这一个邪特的脖子做的太长了，而是单纯的这一个下半脸呢做的实在是太短了，所以说就会显得脖子长。它可以荧光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身上的这么4个透明零件，2只眼镜，一个额头上的灯，还有一个胸口上的灯。它不仅把这些透明零件呢都有还原出来，而且呢竟然意外的感觉做的效果还不错，只不过这一个菱形呢遮盖的不太标准。它的重量方面呢是49克。然后我们说回这个头部，我的感受吧，就是说感觉身子和头部并不是一个厂子的，像是2个厂子拼凑在一起的。可以看到呢，它的正面横模线不过打磨掉了，所以说没有太明显。大货的时候呢，说的是会打磨的更加仔细一些，让这一个横模线更加的不明显。头部呢也是一样的，阉割掉了很多刻线细节，所以说呢就是导致了它这些涂装呢都是靠影印来实现的，并不是单纯的遮盖分色。不然的话，以 KO 的水平遮盖分色的话，想必会做的十分的歪。它这个眼线呢，感觉有些不对劲。就是说呢，你可以看一下正版的，或者我们直接拿这一个盒子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它这一个眼线的眼角呢，应该是往上翘的，对吧？你看它这一个呢是往下勾的，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这一个眼睛的眼线感觉没有这么邪魅，不还原。虽然说眼线不对，但是呢，只看上半脸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加上下半脸的话，真的是像一个娃娃脸一样，因为它的下巴感觉缩模实在是太严重了嘛。它这个上半头其实缩模程度还好，然后看到身体的话，其实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你看它这一个关节的缝隙呢，都是做的非常小的，和One Day非常接近了。虽然它浑身都没有做任何的刻线，但是呢，在这些装甲上呢，也是会有刻线细节都有还原出来，涂的勉强算是可以。这就是唯一的遮盖分色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直接印上去的。比较惊讶的地方就是说，它这浑身的大面积银色呢，今天涂的勉强算是挺细腻的。有问题的话就是模具的问题嘛，比如说腹部底下的这个划痕。不过还好，正常状态下是看不到的，要是抬起来腹部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不知道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划痕问题修复一下，估计挺难的，毕竟One Day也难以避免模具上的划痕。因为没有刻线做参考嘛，所以说它这一个涂歪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可以看到它整体效果呢，基本上都是不同的分件之间的划纹，其实是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对上的。只不过就是它这个腹部的勾勾呢有一点歪，然后就是它这一个胯部的没有涂到底。你看挺好的，如果说有刻线做参考的话，真的可以说是怕是让人自闭。所以呢，这一个样品至少在关节的紧凑程度以及这一个漆面上看着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而且呢，那一个One Day的通病就是这一个胸脸是粘歪的，百会上是特别逆天，先把这一个 V 字形给粘歪了。它这一个没有，除了这一个右胯，可以看到光这一个大腿根的这里的缝隙就已经是比左胯明显的要大一点了。然后就是这里真的是有一条大缝凸出来了，可以看到呢，这边有缝，这边没有缝，就导致整体看上去就是它整一个右胯都是往外凸的。而且右胯呢有和One Day HF 奥特曼一样的通病嘛，就是有一点虚位。不过呢，这一个左胯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一点虚位都没有。然后它的低头幅度可以看到呢，表一半，抬头的话会和背鳍相互干涉，也是非常差的。反动倒是没问题。胳膊的平裁呢比较紧，能够达到90度没问题，收回来的时候也挺费劲的，不好发力。大风车没问题，然后这一个蝴蝶肩膀呢也是没问题的，胳膊肘可以平转，曲轴幅度能够达到120度以上，手腕隐藏的比较深，所以说可能就比较一般了。因为它的腰间盘突出嘛，所以说呢侧摆幅度既然是右边挺大的，然后前倾后仰幅度也是非常的差。胯部下拉下来一点点之后呢，再侧踢，幅度呢能够达到60度多，腿部前踢幅度能够达到90度，后踢能够达到45度以上。
它这浑身的关节应该是都没有阉割的，可以看得到防穿帮，大腿根也是可以平转，屈膝幅度呢能够达到120度左右。脚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浑身的关节呢都是用的灰色的成员色嘛，所以说呢它这里个脚腕的颜色就不对了，应该是用黑色的才对，像是穿了白袜一样。这个灰色关节的接地性呢还是不错的。然后脚尖可动，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除了这一个虚位之外呢，其他地方都是感觉挺不错的，挺舒服的阻尼感。只不过呢，它这一个腰间盘突出以及这一个头部，感觉真的是要好好的修一下才能出大货呀。配件方面呢，首先就是奥特曼的标配嘛，一个红灯、抓奶手、飞行光线手，然后还有五指防冲手，这个应该呢勉强算是五指防冲手，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炮制手。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专属炮制手了，特别有张力。当时看剧的时候，他摆出这个手型的时候真的是太欠揍了。然后就是它唯一的3个配件呢，全都是给泽塔还原这么一个动作用的，而且抓的对象呢是强力型的特雷加，并不是这一个，反正就是和它没关系。来，我们换上看一下，首先呢把头拔下来，看一下头的缩模程度。这个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和这一个邪特的头一样的缩模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它的这一个横纹线呢是压根没有打磨，这一个后来是打磨过的，所以说看到没有这么明显了。它这也没打磨的话，这样是特别明显。我也跟厂家说过了，这一个呢搭配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头上这一个横纹线打磨。拿着和弯带的头一对比，就能看得出来，还是非常明显小了一圈的。而且呢，转视眼细节呢也是阉割掉了。不过透明件的效果倒是做的挺漂亮的，开模精细程度呢当然也是比弯带的肉了。不过呢，它的这个涂装倒是做的是挺漂亮的。然后你又以为它头塑模了肯定是按不进去吧，太紧了，实际上呢是偏松。要不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 Q 奥特曼最重要的就是把头做好看就可以了？你看换了一个缩了一些的头之后，就感觉整体的比例就不协调了吧？然后这些替换手型特效件呢，无论是泽塔的还是这一个邪恶特雷加的组合度呢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就是弯带正马的手腕太松了，按起来有一些费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 Q 邪恶特雷加的情况，正如大家所见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也反馈给厂家了，希望他们能够尽最大的程度去修复一下。然后其他小毛病的话，就比如说胳膊窝过紧的话，就是需要润滑油润滑一下。然后眼线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再冲突一下，只要手不抖的话，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可修的了。多余的我也不好评价，我只能说是不像正马一样胸甲站歪了。然后大腿根补色，消除它的断层感。